本来不想把事情做得这么绝，是你逼我的。现在你只有2个选择，一个是收起你那套清高自爱的样子，老老实实做妾；二个就是滚出国公府。咋了？谁给我写的？都写的啥？李盼儿，他写信邀请您今儿下午去枕月楼一聚，说有个秘密要告诉您，还说他和傅世子在一起有不得已的苦衷。啥苦衷？能让他又是杀人又是下毒又是放刺客的？信上没说。姑娘，你要去吗？去，为啥不去？我把你们俩送进大牢，你居然没用杯子砸我！瑶瑶，我知道你看不起我，觉得我不该抢陈大姑娘的未婚夫。这干的都什么事儿？这要是放我们乡下，都是要沉猪笼的。忍，我忍。其实我一开始也不知道他有未婚妻。什么？那就是他假装单身引诱你的。大南哥说过，好多渣男明明有家室，还假装单身欺骗未婚少女。真没想到傅盛明也是这种人。呸！不行，这么欺负你，我不能忍。我这就去玉国公府找傅盛明算账。不，你别去，我相信他是有苦衷的。啥苦衷也不能耍流氓啊！那有苦衷就能干坏事的话，外头不到处都是抢劫犯、杀人犯了？这种人渣败类，今天不揍他一顿，我都不姓铁。一般人听见这种话，不都意思意思安慰2句就结束了吗？他怎么还较真了？我真要让他打上国公府，我不就完蛋了？瑶瑶，你别去！为什么不能去啊？李姐姐，你松手，我这就去打他。瑶瑶，你别去，他毕竟是孩子们的爹呀。这种人渣也配当爹？西瓜上面插朵花都比他强！不，大我求你了，算了吧，我不怪他的。我知道你是个没出息的，放心，我会替你出头的。不准去！你听到了没有？你快点松手啊！再不松手我就不客气了啊！不松，死也不松！人呢？快点救救我！救命啊！快！什么声音？我怎么好像听到了关六小姐的声音了？李姐姐，你说你这是干啥呀？他禽兽他的，你别想不开呀！做错事的又不是你，明明是你把我甩到窗户上的！哎呦，我的腰啊！好妹妹，刚才有些话我没说明白，其实也不能怪他，他真的有苦衷。渣男就渣男，还苦衷呢？这种渣男就是欠收拾，你别给他找借口了。只要把傅盛明是个的消息宣扬出去，保管整个大园都没有女人想嫁给他。这世子妃之位就非我莫属了。只是这件事绝对不能从我口中传出去。关雪咬着莽撞的性子，最适合背锅了。好吧，妹妹，我告诉你他的苦衷，只是你要答应我，绝对不能告诉第3个人。姐姐放心，我嘴最严了。其实世子爷他是个……你说啥？那你们俩……不对啊，那你们俩的孩子是怎么来的？难道是后来才……这要是隐私话题，哪怕是个傻子他也爱打听。傅世子身体有疾，对别的女人都提不起兴趣，只有在我面前，他才能做一个真正的男人。这么神奇的吗？可这也不是他欺骗你的理由啊！而且他要是真有毛病，不应该早点跟陈大姑娘退婚吗？等等，他是不是在骗婚啊？那得多渣呀！不行，这更得揍他了！不是，他怎么又来了？他这是牛劲我也拦不住，更何况我的腰刚才还扭了。陈大姑娘，瑶瑶，谢谢你。不
你别哭啊！你是不是听见我们说话了？没事，我正要去给你出头呢，你等着，我今天非得把他的脑袋当木鱼敲！哎，你别急，这件事我们要从长计议。还商量什么呀？就这么个人渣，咱们一块打上门去，给他一个教训！别急，今天的事是你故意安排的吧？陈大姑娘在说什么？我不明白。你故意把包厢定在我隔壁，就是想让我知道傅盛明身体有疾。看来我今天只要退婚，国公府还是没瞧上你，你被逼急了，所以想让瑶瑶背着黑锅，把傅盛明的事传出去。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哼，瑶瑶，这件事是个烫手山芋，你不要插手，我来处理。那哪行啊？李姐姐可是我的结拜姐妹，她有困难，我怎么能不帮？小花拿笔来，我要给渣男写信。姐姐不能走，这不正在帮你解决问题吗？我开什么玩笑？给你帮忙，你哪能走？他怎么还不来？国公府有这么远吗？那就是个不识抬举的。瑶瑶，你别生气。听说杏芳斋新出的低番鲍螺，我已叫人去买了，待会儿吃点儿。李姐姐，要不委屈你一下？李姐姐，要不委屈你一下？这是我家的宅子，一直空着没人住，正适合瑶瑶你办大事呢。不愧是我的好朋友，跟我一样能干。嘿嘿嘿，谁让傅盛明不肯来啊？你再给傅盛明写封信，让他亲自过来梳理姐姐。好，正巧低酥鲍螺送来了，我们边吃边等。好吃，慢点吃，还有呢。说吧，信上写什么？就写李盼儿在我手上，只许你一个人前来城东老槐胡同6号。若带弓箭手进入胡同半步，嘿嘿，你身体有疾之事将在1刻钟内传遍整个京城。嘿嘿，还有什么要加的？1个时辰内赶不到这里，我们就撕票。关宣阳，我没有得罪你啊！没得罪，是谁用金兰姐妹的名义把瑶瑶骗出来，还想让她替你背锅？早知道关宣阳这么疯，我打死也不会找上他呀！瑶瑶，我错了，你放过我吧！你看在咱们俩曾经一结金兰的份上，看在你外甥外甥女的面子上，你就饶了我这一回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哭啥呀？咱们这不就是演个戏吗？你至于吗？演戏？是啊，那傅盛明不是不肯来吗？我可只能骗他了。你们不会当真了吧？我的天哪！我可是老实人，绑架是犯法的，这多吓人啊！再吓人，能有你吓人吗？我还以为你破罐子破摔，演都不演了呢。不是，我连怎么给你擦屁股都想好了，结果你告诉我这是演的。放肆！送信的人呢？给本世子带进来。世子爷，那人送了信就跑了。跑了？快，替我更衣。陈荣，没想到你一个尚书嫡女，竟然做出这种龌龊之事。傅世子，真没想到你的孤傲清高原来都是装的，这一切都是因为身体有疾。天大的笑话！若有疾，
那我那一对孩儿是怎么来的？这话说出去，你觉得会有人信吗？我怎么忘了这茬？这些话真叫旁人听了，恐怕以为是陈家为了毁掉傅盛明的名誉而故意编造出来的谎言。行了，你闹也闹了，放人吧。我警告你，如果胖儿少了一根头发丝，绝对不会放你。傅叔嘴，不要讳疾忌医啊！你有病，我有药。只要你答应我一个，不2个要求。你怎么在这里？我一直在这里啊。关雪瑶，胖儿把你当成他最好的姐妹，你却一再伤害他。你有什么事情冲我来，别伤害胖儿。不是，我本来就是冲的你呀！我一开始给你写信叫你出来，你不来啊？要不然我用得着和李姐姐演这出戏，骗你过来吗？演戏？等等，你什么时候给我写过信？差不多有2个时辰了吧？你看天都快黑了。原来下午给我送诅咒符的人是你。什么诅咒符？你好歹也是侯府嫡女，京城贵女，你那一手鸡爪子，字儿写得跟鬼画符似的，能不能练练？就算练不好，随便找个代笔不行吗？简直耽误事儿。不是，这人咋这么不会说话？我好心给你治病，你怎么人身攻击啊你？就你这素质，难怪能干出那种不要脸的事呢。傅盛明，对一个姑娘这样评头论足的，你不觉得难堪吗？你为了争风吃醋，连这种事情都干得出来的女人，有什么资格说我？赶紧放人！这么多年，我是有多瞎眼？我到底喜欢你什么呀？关雪瑶屡次欺负盼儿，还伤害秀儿。之前为了保全盼儿的名声，我才不与她计较。可今日是他们主动叫我过来的，又是个没人的宅子里。关六姑娘，你横行霸道了这么久，我忽然决定要替安远侯好好教训教训你，也免得你将来惹了不该惹的人，给侯府带来灭顶之灾。傅盛明，你无耻！来人，快去拦住他！完了，这宅子里除了老婆和车夫，全是女子，想要拦住一个习武之人，何其困难！哎，是我大意了。松手！关雪瑶，你快松手！不是我说啊，你好歹也是世家公子，怎么能这么不要脸呢？你说你干的那叫人事吗？先绿了蓉儿，又扎了李姐姐，我还没出手教训你呢，你竟然先跟我动上手了！你要干什么？住手！啊！别打了！我爹有你这个儿子可真糟心，我今儿就替你爹好好教训教训你！打人不打脸！别打了！别打了！我是玉土公世子，你不能打我！你敢打我，我要去圣上面前参你爹一本，参他教女不严！哎呀，姐夫，你没事吧？你快起来啊，地上凉。嘿，你说你一个大男人，打架就打架，怎么还叫爹呢？你少给我嬉皮笑脸的！我告诉你，今儿的事儿没完。京城里的人咋这么不讲究？都多大的人了，打架输了居然还找爹，连我们青苗村那7、8岁的小孩都不如。瑶瑶，别听他瞎说，你爹现在在西南领兵，战事吃紧，圣上圣明，绝不会为了这种小事责怪你爹的。啊！你居然骗我！你果然不是个好人！这什么女人呐，力气这么大！以前在乡下是杀猪的吧？回头再教训他，别让他伤得太重。一会儿他还有力气活要干呢。啊？啥力气活啊？他不是不承认自己身体有疾吗？你想干什么？我警告你，陈荣，你是我玉国公府未过门的世子妃，我若是丢了脸，你也好不到哪里去。傅世子，你怕不是还在做梦呢吧？行了，我也懒得跟你掰扯。你歇会儿吧，
今晚还有的要忙呢。热腾腾的，刚出锅的馄饨嘞！蓉儿，衣服都换了，咱们不进去吗？不是，真没看出来你还有这个想法。你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呀？什么意思？关二太太同意我晚上带你出来，我可不能让你去那些乱七八糟、不干不净的地方。万一叫人瞧见，岂不是毁了名声？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把傅盛明给扔进去。那你让我换衣服干啥呀？这儿离青楼出馆不远，咱们两个姑娘家坐在街边抛头露面，容易惹祸。哦，那你还想的还怪周到的。大南哥还说青楼是天下男人最销魂的去处，我就好奇了，里面到底是有多销魂啊？有比半夜出门钻寡妇被窝的李二还销魂吗？有好戏看了，快走，快去看看，看看。咋了？有热闹啊！瑶瑶，你慢点儿，别靠得太近。哎，大兄弟，你们看啥呢？大哥，你看啥呢？玉国公世子在里面呢。哦，那然后呢？听说他在晚香楼点了10个姑娘，还吃了那种药，但是你猜怎么着？他竟然不行。伺候他的姑娘们都说晦气极了。哦，不是你就这反应啊？我早就知道了呀。小兄弟，你是不是有什么内幕啊？说来我们听听呗。说来听听。这傅世子到底什么毛病啊？他不是还有2个孩子吗？是啊，听说为了这事儿还和陈尚书父，闹得不可开交的。我现在怎么有点看不懂了？唉，大哥啊，不是我说你们，挺大个老爷们儿不回家抱媳妇儿，来这逛青楼，笑话吗？有空你就多关心家庭，少打听八卦。你清高，那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我就是路过。你到底能不能说？有啥可说的吗？傅盛明在这儿不行，可在李姐这儿，在外室那儿就没问题。要是照你这么说，这傅盛明竟还是个痴情种啊！哎呦，痴情个屁呀！那傅盛民对姑娘们来者不拒的，他还吃了春日情。你们知道春日情吗？那可是药王谷的迷药，一旦服下，便是头母猪也难逃他手。可傅盛明偏偏不行。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为什么呀？因为他本来就不行。这天底下竟然有如此离奇的事儿，竟然只能对一个女子产生欲念。身体有疾还跑这儿来丢人现眼，真是的。那他现在怎么样了？药王谷的大夫正瞧着呢。谁知道？瑶瑶，你跑这么快，赶紧跟我回去。大哥们，回头有消息了告诉我一声啊！哎呦喂，这谁家的小公子啊？怎么比我们还爱凑热闹？你好歹也是翰林院编修，清贵的读书人，
怎么选了这么个地方？殿下可不要瞧不起这勾栏地，这是多少道貌岸然之辈偷情寻欢的好地方。这夜色之下呀，可不知能隐藏多少秘密。你是挺道貌岸然的，来青楼还带只猫。我夫人爱猫，这只小猫是我专门托人从海外带回来的尸猫。什么事了？快去看看。殿下，傅世子也在晚香楼，就在隔壁。傅盛明，他来这里做什么？他中了春日情，还叫了10个姑娘相陪。可是什么？有什么话直说。可是他不能人道。傅盛明竟然，那龙凤胎是谁的？你为何这种表情？还有别的事？他好像是被人设计了。那老鸨起先并不知道他的身份，还是楼里的姑娘发现他。不行，什么玩意儿？你浪费老娘时间！出了门口无遮挡，被好事者闯入包厢看了，这才发现他的身份。妙，真是妙啊！太子殿下，这可真是如有神助。眼下是什么情况？那老鸨知道自己闯了祸，已经请了药王谷的人过来诊治。眼下留在这晚香楼的人已经寥寥无几。药王谷？喂，大兄弟，你行不行？你不行换我来啊！殿下，好像是关六姑娘的声音。这关六姑娘是谁？难道是安远侯府刚找回来的那位？我看你都折腾他也没好啊，要不让我试试吧？姑娘，在下乃是药王谷大弟子，你说这种话是在质疑我，还是质疑药王谷？没有啊，你多心啦。这药本就出自药王谷，从来没有解药，必须通过男女欢好才能解了药性。你一个普通人又能有什么药？行了，这里不是你胡闹的地方，快出去吧。不要！不要什么呀？你还在这里干什么？我警告你别再过来了！姐夫，你是不是忘了，我就是带你来证明一下自己不行。现在你已经证明了，我就可以给你治病了。当然了，你要先答应我2个要求哦。什么要求？第一个，和蓉儿退婚，她不想嫁给你。好，我答应，明日就退婚，行了吧？哎，这就对了嘛，强扭的瓜不甜。第二个要求是，你娶我李姐姐做世子妃。你这女人怎么如此蛮横无耻？一面拆散人家的姻缘，一面让自己的姐姐嫁入国公府，真是贪得无厌，自私自利，恬不知耻。打开它。不是我说大哥，你请人帮忙咋这个态度呀？一点礼貌都没有。幸好本姑娘乐于助人，不跟你计较啊，要不这多得罪人。嚯，你这人爱好还挺特别，你懒死得了呗。这回行了吧？我真不是故意的，是这蝎子先动的手。你说这事儿闹的，我也是好心啊。那个啥，蝎子这种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你也别太难过了。要不这样，改明儿我陪你几只，你不用担心我赖账啊。我爹是安远侯，我是安远侯府的六姑娘，我有的是钱。你有钱就了不起吗？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此店是我从小拿心头血养大的，你就是有再多钱，
也找不到第二只百毒蝎。这人绝对是个变态啊！谁家正常人养虫子还会心头血的？我也委屈啊，是你让我打开的，现在赖我，责任你起码得负一半吧。去，把它撕碎。啊！哎呦，有蛇啊！怕了吧？胆敢毁了我的百毒蝎，今日我就让你死无全尸！饶你！不！你刚刚说把谁撕碎？饶你！不！你刚刚说把谁撕碎？你把我撕碎，你弄死了我的蝎子，我的心都被你撕碎了。哎呀，那我也不是故意的嘛。为什么沾到赤练的血，他会一点反应都没有？若是换成寻常人，这会儿早应该毙命了，就连尸骨也融化干净了。知道了，大小姐，我要给傅世子脱了裤子检查一下。不是，你说你惹他干嘛？你自己惹了他，拿我的尊严来填坑呢？等等，啊，还有事儿？能把这蛇的尸体留下吗？我是个大夫，这可以入药。哦，对对对，你说的有道理，废物就该利用嘛，千万别浪费了。哎，你怎么会在这儿？关六姑娘，我家殿下在隔壁，请您过去见一面。萧炎也逛青楼，看来这青楼还真是个销魂窟。殿下平日不来这种地方，今日是为了见一位朋友。他在这里都有朋友啦？可是越描越黑了怎么办？算了，不说了。萧炎，你朋友呢？那个属下去外面守着。哎，现在没有人了，他已经走了。哎呀，那就再叫他回来啊！汤夫人还在家里等候，不便多留。啊？你朋友不是在这儿的姑娘吗？谁跟你说我朋友是这儿的姑娘了？剑青，你来这里做什么？这是女子能来的地方吗？我来给傅盛明治病，但他那里已经有大夫了。不过那人没啥本事不说，脾气还怪，非不让我给他看。你说凭啥呀？是我好心让傅盛明看清了自己有病，现在居然不让我插手了。你是说那个给傅盛明下药，然后把他送来晚香楼的人是你？还有蓉儿。哎，对了，蓉儿呢？你当谁都跟你似的，连青楼也敢乱闯。好了，今儿你也累坏了，赶紧回去歇着吧。我还没给傅盛明治病呢。一会儿玉国公府的人就要来了，你要是不想大晚上的惊动关二老爷和关二太太，就老老实实的回家去。至于治病，过2日吧，我来带你去国公府。那太好了，我就知道你靠谱。萧炎，你真是个好人。瑶瑶，你今日可把我吓坏了，往后可不能这样了。知道了，蓉儿，我就是去凑个热闹嘛。明日该有一场轩然大波了。怎么总觉得忘了一件什么事情呢？算了，想不起来的应该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好困啊！天干物燥，小心火烛。说好的演戏呢？关雪瑶，我跟你没完！圣上，老臣要弹劾玉国公府蓄意骗婚老臣的长女，请圣上为老臣做主啊！爱卿这是何意啊？
陈瑞，你血口喷人！哼！下官有没有胡说？傅国公心里应该清楚得很。事到如今，你还想要瞒多久？昨儿整条青楼街都传开了，玉国公府的世子是个……你给我闭嘴！是个阳痿。你血口喷人！陈爱卿，这种话可不能乱说啊！微臣不敢欺瞒圣上，晚香楼里的姑娘都能证明。更何况这事儿是药王谷的人亲口证实的。你闭嘴！我儿已经有了一对龙凤胎。臣听说，只有那外室是个特例。圣上，玉国公府隐瞒傅世子不能人道的事实，执意迎娶臣的长女，是想骗他为国公府一边操劳一边守活寡呀！如此居心，可称得上是丧尽天良。敢问诸位同僚，这事儿要是放在你们身上，你们能忍吗？这太过分了！守活寡就算了，还要看着他和别的女人卿卿我我，用自己的嫁妆养别的女人生下的孩子，这简直就是在绿毛龟头上拉屎啊！你放屁！陈瑞，我儿子为什么会去晚香楼？都是你养出的好女儿啊！圣上，圣上，老臣要弹劾安远侯和陈尚书，教女不严，纵女行凶。怎么回事？昨日安远侯之女关雪瑶和陈尚书的长女陈荣绑走了我国公府女眷李氏，以此威胁我儿子前去赎人。犬子到了一处城东宅子后，却被他们强行灌药，之后就被带去晚香楼。他们这么做是要彻底毁了明儿啊！不是，这里边怎么还有瑶瑶的事儿啊？我家好好的小姑娘怎么能去青楼那种地方呢？这不是纯纯把人往坏了带吗？昨儿的事儿，荣姐儿是主谋，难怪关宏这么生气呀。听说安远侯府的读书人也练武，待会儿下朝，他不会把我拦下来打一顿吧？太子，朕记得你当初入京时曾护送过安远侯之女，你觉得此女如何？回禀父皇，儿臣在上京途中遇到关六姑娘和李氏三人，当时他们的马车坏了，请求儿臣捎他们一路。关六姑娘自表身份，儿臣答应了。不过碍于男女有别，儿臣与关六姑娘相处不多，能吃，只知道是个很能吃，还有些不懂规矩的姑娘。乡下长大的孩子能懂什么规矩？可话是这么说，那毕竟是安远侯的女儿啊。太子殿下，瑶瑶从小流落在外，吃尽苦头，哪有人教她规矩？若她有冒犯之处，老臣在这里替她向殿下赔罪了。关大人误会了，孤没有那个意思。父皇，儿臣见过关六姑娘，她天真烂漫，懂事孝顺。依儿臣之见，昨日的事只是无心之过罢了，实在不必对两位姑娘如此苛刻。一石二鸟，既讨好了安远侯府，又让陈尚书欠了他人情，看来还得在关雪瑶身上下功夫啊。如今玉国公府对你没用了，二皇子你就一点旧情都不顾，立刻反过来去报我的仇家。照你这么说，她倒是个良善的姑娘。父皇英明，大哥，你这个人啊，就是容易把别人想得太坏了。我能说什么呢？感谢猪一样的对手啊！朕便下旨解除傅盛明这婚事。至于傅世子，朕会派太医前去玉国公府为他诊治，治不好不准回宫。这是明晃晃的偏心啊！臣领旨谢恩。圣上，微臣记得太子殿下在驿站遇袭时，那李氏曾用过一种毒液，一滴可毒死一村子人。微臣以为这药王谷在民间颇具影响力，若任由他们如此滥用毒药，恐会酿成祸患啊！秦爱卿此言有理。眼下白莲教在江南一带活跃，若是让他们和这药王谷勾结上，只怕后果不堪设想。朕有意借着这2次的事，好好查一查那药王谷。倘若包藏祸心，便立刻发兵踏平了。只是这事情交给谁去办好呢？微臣以为太子殿下是最合适的人选。准奏。不是，这朝堂的风向他们怎么看不懂了？圣上这是要回京转意了？皇上不是一直不喜太子殿下吗？儿臣领旨。
人还是要有文化的，不然关键的时候就连信都不会写。我怎么这么笨呢？难怪先生一直骂我。姑娘，慢慢来，不着急。嬷嬷，收拾一下，我要去东宫。哎呦，不是我的姑娘哟，那东宫是什么地方？哪是您想去就去的呀？嬷嬷，我怎么才能去东宫呢？按规矩，您得先写启本，送到通政司，由通政司递交中。这么麻烦，等那什么传帖拿回来，只怕黄花菜都凉了。萧衍这么难找，那他昨晚答应我的事儿，会不会就是随口哄我？我把他当朋友，难道他把我当乐计？姑娘，您去哪儿啊？去东宫。殿下，秦阁老向来只重于圣上，今儿怎么会向着您说话？吃力不讨好的差事，药王谷在民间颇有善名，父皇生性多疑，此次怕是存了剿灭之意。姑接了这差事，在百姓眼里，只会落个暴虐的名声。那殿下都知道，怎么还接了？只有真正的手握权柄，才能叫人怕你、敬你、忌惮。那姓秦的平时看着一脸正直，当初殿下回京时也还出过力的，没想到竟是这种无耻小人。也未必就是刻意针对姑的，能入阁的必是纯臣，连二弟都不能拉拢，许是凑巧吧，先不要轻举妄动。是。此人名叫商禄，医读双修，20年前被药王谷谷主在京郊乱葬岗发现，捡回去后收做了大弟子。这人的性子也颇有些邪性，像昨夜那样对付关六姑娘的事儿，也不是头一回了。也就是咱们六姑娘厉害，反叫她吃了大亏。这人半年前来京，为秦楼楚冠供药，春日情正是从他手里流出去的。他来了吗？谁？殿下，关六姑娘来了，正在宫门外等您。走吧。合着一大早上在这儿等人呢，还说对人家没意思。哎，大哥，你们一天在这站几个时辰？月俸多少啊？干你们这行难吗？有性别要求吗？太子殿下来了，你快去吧。哎呦，我发誓，这要不是安远侯的女儿，我早拿刀捅回去了。什么人啊！一肘子差点没把我前天吃的给捅出来。这武将家的姑娘就是不能娶，再漂亮也不能娶。萧衍，我就知道你会来的。关六姑娘，姑正要去玉国公府，你来寻姑是有什么事吗？不是，你脑子也不好使。昨夜里答应我的事儿，今儿一早就给忘了。幸好我是个善良的人，从来不会借人家短处。我也要去国公府，你带我一起去吧。那便同行吧。大哥，我去玉国公府了，你好好当差，我下次再来找你玩啊。难怪关六姑娘口口声声说太子殿下是她的好朋友，感情这天底下但凡跟她说过话的人都是她朋友。蒲国公，我把媒人和信物都带来了，你在退婚文书上画个押，再把我家的信物还回来，这事儿就算了。上茶。旺格尔，你来这里做什么？祖父，我母亲到现在都没回来，尊儿很担心她，想问问陈尚书，我母亲何时能回府？如今婚也退了，是不能继续扣着李氏不放。你们什么时候把人送回来？你父亲都没有娶妻，你哪来的母亲？陈夫人教训的是。那么敢问，我娘眼下在哪里？陈大姑娘所求即已成，也该放我娘回来了吧？李氏并未抬为妾室，若是李成旺问的是他姨娘，我还能抬杠。可这小子直接问娘，还是心机深沉。陈大人、陈夫人，今儿你们要不把人送回来，这退婚文书我们不签，信物我们也不还。听傅夫人这意思，你们玉国公府是打算抗旨不遵？行了，签就签，把东西还给他们。没眼力见儿的，那些不值钱的玩意儿还收着做什么？还不快给我丢过去！
那事情既已结束，老夫和夫人就先告辞了。慢着，国公爷还有什么指教？1刻钟内，我若是没有看到李氏，那么陈大姑娘绑架国公府女眷的消息就会立刻传遍京城。1刻钟，从国公府到陈家来回都不止这点时间，你这不是故意为难人吗？哎呀，大家都在呢！好，好，好，我们一起去找傅盛明。这个煞星怎么来了？你来做什么？我来给傅世子治病啊！昨晚在晚香楼我就想治好他了，结果那药王谷的大夫占着茅坑不拉屎，害得我都排不上队。所以我今天特意跟着太子一起过来。你们放心，只要一下下，很快就好了。就是你把我儿子害成这个样子的！来人啊，把这个女人给我拿下！待会儿进门，你要是不想多几个爆头西瓜的话，一定要忍着。我让你说话，你再开口，知道吗？慢着，孤觉得关柳姑娘或许真的有办法治好傅世子的隐疾。她能有什么办法？她就是个疯疯癫癫的骗子，我儿子都被她害成什么样子了？储君面前不得无礼。李秀儿曾经身负重伤，奄奄一息，是关柳姑娘一颗神药救了性命。望儿，可有此事？祖父，确有此事。你手里真能有救我明儿的药吗？关柳姑娘，你现在可以说话了。当然是真的了，本来昨儿就能把他治好的。都怪药王谷那个人拦着我不让治，你们赶紧带路吧。姐夫，我来看你了。他是怎么进来的？难道我爹娘已经被他制服了？啊！爹娘，我明儿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了？爹娘，儿子好了！明儿太好了，你能好起来，咱们家总算是有希望了。是啊，明儿，你爹如今也想通了，你好好的比什么都强。了不得，了不得！这安远侯的女儿不是将门虎女，竟是个小神医。小姑娘，你这种药还有没有？给我来一颗呗。我说叔，你哪里不行啊？你可别瞎说啊！谁不行了？本王这是以备不时之需嘛。那就没办法了，我这都是有病治病，没病一边凉快去。行了，既然事情都解决了，这里也没我的事儿了，本王就不多留了。哼！在家搂着小妾正美呢，就被陈瑞这老王八蛋拽了出来，坏人性质。国公爷放心，刚刚老夫已经派人去家里送信，那李氏这会儿估摸着也该回来了，咱们两家的事儿可就这么结了啊！送客。哼。关柳姑娘，那你……哦，你们是要说那2个条件的事儿吧？我就知道姐夫不会忘的，我信得过你。什么条件？我答应过你什么？不是你认真的？你昨晚不都答应我了吗？我给你治病，你答应我2个条件。昨天之所以答应，那不是因为受制于人吗？这杀破一身的怪力，我要是不答应，那还有命活？
什么条件啊？你说来听听。第一个条件，和蓉儿退婚。在你来之前，我们两家已经退婚了，连退婚文书都签了，信物也都交换了。哎呀，你们还怪讲信用的，提前就把事儿给办了。那第二件事呢，就是娶我李姐姐当世子妃。娶你是吧？我们玉国公府这样的人家，可不是什么姑娘都能进门的。娶你？等等，你说娶谁？你耳朵怎么跟我五姐妹似的？娶我李姐姐、旺哥和锦绣的亲娘，我要她当世子妃。原来关雪耀真把我们当亲人，这条件在治病前提出来多好。现在我爹都痊愈了，再提还有什么用？关六姑娘，结亲不是结仇，这件事儿急不来。何况明儿的身体到底好全没有，我们还要找个大夫再看看。要么你先回去，等我们这边确认好了，再请你过来商量。姜还是老的辣，差点就莽撞了不是？行，那我就回去等消息了，你们高兴着吧。萧衍，你要不要上我家玩呀？我还有公务在身，就不去了。王六姑娘，马上到年底了，宫中宴会繁多，恐怕会有很长一段日子不能见你，你自己要当心一些。是啊，马上就要过年了，今年不能和爹娘还有达南哥一块儿过，他们一定想死我了吧？我买了一车好东西，已经托人送回乡下去了，也不知道哪天能到。哎，你走这么急干啥？萧衍，多谢你了，回头见。殿下，接下来去哪？晚香楼。啊？这就去青楼自暴自弃啦？有点不像话了吧？去找商路，想什么呢？我是那种不自爱的人吗？是。终于完成任务了。接下来就等李姐姐成为世子妃，这任务的积分就能到手了吧？虽然过程有些曲折，和原世界的剧情出入也比较大，但总算是回到正轨。原来的剧情是什么？嘿嘿，那味道可正多啦！在原剧情里，陈荣是一个因爱生恨的恶毒女配，因为嫉妒傅盛明对李盼儿的宠爱，不断的陷害李盼儿，欺负龙凤胎，最后在上京途中被一群土匪凌辱致死。陈尚书为了给女儿报仇，毫无原则的和二皇子玉国公府作对，最后落得个家破人亡的结局。这也太惨了吧！蓉儿哪里有那么坏？她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她骨子里就是狠辣之人。你也别光顾着心疼别人了，你自己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什么下场啊？在原剧情里，你是一个狡诈无情无耻没有底线的大反派。你在上京途中遇到了李盼儿和龙凤胎，因为嫉妒即使流落在外也被好好对待的李锦绣，心生妒恨，你大欺小，最后被三人反将一军，偷走了你侯府千金的身份。等你后来终于千辛万苦的回到京城后，李盼儿已经凭着你原来的身份嫁入玉国公府，赢得了京城众人的好感和称赞，你却因这一桩事一辈子笼罩在他的阴影之下，顺便看不惯所有气运主角，作死的和他们作对，最终连累整个安远侯府，被抄家灭门。他顶替我的身份，可他都22了，怎么顶替我啊？我家人智商在线，我二叔二婶看着也不傻呀。他告诉安远侯府说，李锦绣和李成旺是他救命恩人的孩子，发过毒誓要抚养他们长大。再说你在乡下长大，谁都知道乡下女人显老，李盼儿年轻貌美，
谁猜得到他的真实年龄啊？傅盛明一早知道他是假冒的，但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和喜贺的外家，也故意瞒着不说。等到后来安远侯查清真相的时候，他已经是玉国公府的世子妃。因为这件事，安远侯府彻底和玉国公府闹翻了，两家斗得很厉害，这也是安远侯府最后被抄家的原因之一。不是，就算我不是千金小姐，也还有青苗村的家人啊。我有爹娘达南哥，和他们在一起吃香喝辣的，多幸福啊！咋会想不开去作死呢？那是因为你从小就拥有了特殊的能力，足以保护自己。在原剧情里，你就是个普通人，到青苗村后被村里的坏人欺负，从小目睹了人性罪恶的一面，长此以往，性子自然就扭曲了。胡说八道！青苗村哪有坏人啊？老乡们都正直着呢。我就知道原剧情都是假的。哎姨娘呀，什么抄家流放的也太吓人了！不是，难道你真没发现，那原来是一个人贩子村吗？人贩子村？这可不行瞎说哈！我们村里有70%人口是边境逃难来落户的，这衙门都有登记。只有我老田家、老村长家，还有少数的几户人家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据说是10多年前一次大火烧山，英勇的村民们为了保护祖坟，牺牲在山火之中。唉，防火意识任重道远。反正原剧情里那些人都没死，他们是以村为己的人贩子团伙。青苗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干人口买卖，就是被他们拐骗来的。这不能够！你知道我达南哥最讨厌什么吗？一是拐卖，二就是赌博。小时候他带我去镇上逛集市，就跟我说人贩子是天底下最该死的人，天不收就会有人收。我达南哥祖上可是青苗村的，照你这么说，他怎么会憎恨人贩子呢？你说话真是越来越过分了。这幸好是没让我达南哥听见，要不然非得揍你不可。他不一样，那倒是，毕竟是我男人嘛。哎呦，我的姑奶奶，您可算是回来了！二老爷和二太太在书房都等您半天了，您快过去吧。管家爷爷，你尿急啊？没呀，老奴就是有点着急。六姑娘，您快去吧。那你赶紧去茅厕呀，这么大人了，可不行拉裤兜里哦。臭小子，笑什么笑？都提着点精神，好好看门。是。二叔，二婶，找我啥事儿呀？刘丫头，你怎么了？哪不舒服？好孩子，你怎么了？来人，快叫大夫！二婶，我没事，我就是看见墙上的书，害怕。咱们能换个地方说话吗？今儿要是不好好管教他，明儿个他是不是都能逛清风馆了？老子数到3。混蛋！你要干什么？瑶瑶，快跑啊！二叔，你咋抢我的词儿呢？老太太，老太太，好消息，好消息呀！二房那边终于动手了，二房打起来了，谁打谁呀？是不是那个卫士挨打了？打得好，打得妙啊！那小蹄子仗着自己把持中馈，处处与我们三房作对，早就该打了。哎呦喂，老太太，比这还好的是二老爷拿鞭子抽了六姑娘嘞！你
你说的都是真的？那打死了没有啊？娘，您这是高兴糊涂了。二伯再生气，也不至于把六丫头打死啊。怎么，就你知道的多？贾嬷嬷，二伯到底是怎么打的？你快说说。老奴过来报信的时候，二老爷正要打人，连那老侯爷留下的鞭子都取下来了。二太太死命拦着，可二老爷一张脸都气红了，是铁了心要教训六姑娘呢。哼，该，连绑架下药这种事都干得出来，是不是以后要杀人放火呀？照我看，就该把他打死了才好，省得将来给侯府招祸。走，过去瞧瞧。不长眼的东西，老太太面前吞吞吐吐干什么？有什么话快说。老太太，您不必去了，二房那边已经停手了。这么快吗？那煞星的身子骨可结实着呢，就这么一会儿功夫，伤到骨头了吗？没呢。看看，我就说时间不够吧。没动手呢。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回老太太，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二叔，你这鞭子真威风，能给了我吗？好啊，我给你一鞭子，你要不？二叔说啥来着？我说给你了，可以啊。二叔，你是真的夸我的吗？当然是夸你了，你这孩子是个练武的好苗子。咱家到你这一代，最有天赋的是你大哥，所以他从小就跟着你爹上战场。不过现在看来，你比你大哥还出色，不学武可惜了。反正你也不爱读书，不如二叔给你请个武先生教你练武吧。好啊，二叔，赶紧的吧。那破书，我是一天都不想读了。爷，老爷，小六这没正经学过都抓不住人了，要是真请了人来好好教他，还不得把屋顶给捅破了呀？咱们家的姑娘多得罪几个人算什么？太老实本分了才不好呢。只要不把紫禁城的天给捅破了，那都算不了什么。二叔，你可比老村长厉害多了。那明儿我是不是就不用去上课了？武先生什么时候来啊？习武和学文本不冲突，文先生的课你还得接着上。不求你会吟诗作对，起码得认识几个字。你是真赖呀！行了，明儿是最后一堂课，上完课就该过年了。你想学武，必须答应二叔一个条件。啥呀？不许逛青楼，更不许去清风馆。清风馆是什么好地方？这混丫头不会本来没兴趣，现在高低得去尝尝咸淡吧？总之那不是个好地方，你不准去，否则我便叫文先生多给你加2堂课。二叔、二婶，我对清风馆一点兴趣都没有。老二，你这个没用的东西！母亲，祖母。哎呦，老太太，您何必着急上火的啊？先前不都想开了吗？不跟那煞星一般计较，他挨不挨打跟咱们没关系呀。扣你1个月的月钱。哎呦，造孽呀！怎么还是没躲过去呀？母亲，你可不能气坏了身子，我们这一大家子可都全指着你呢。哭什么哭？老婆子还没死呢。那大房二房想欺负你们，也要看我答不答应。薇姐儿，咱们女子想过得好，一辈子有2次机会。那煞星运气好，投在了你大伯母的肚子里，注定是要压你一头的。但这不代表你就一辈子挨他一头。只要这第2回机会嫁个好夫婿，
你能把握住，他也只能有羡慕的份儿。你是祖母精心教养出来的姑娘，论容貌品性，在京城一众闺秀里都是1等1的出色。这眼看着要到年底了，各家走动多起来，祖母找机会再跟川宁伯夫人敲敲边鼓，尽快把你们的婚事定下来。你自己也得争气，牢牢抓住沈斌的小子的心，明白了吗？祖母，您放心吧，云哥哥待我是真心的，他喜欢温柔聪慧有才情的女子，对那关雪雅十分的鄙夷。你少领了这么多年的牙孙，二叔二婶打算把前些年的全都补上。这怎么好意思？我都这么大了，还是别给了，别给了。我简直太喜欢过年了，就是吴姐姐有点小气，我就不当面说破，免得吴姐姐自责。小七、小八，这是给你们的压岁钱，让六小姐破费了。好根鱼竿，还不快点谢谢你们六姐姐！谢谢六姐姐，你们比我还小呢，这是应该的嘛。我可不是那种不讲究的人。不是，你搁这点谁呢？三弟人呢？今儿下午夫君新得了一幅字画，二爷也知道他那个人爱画如命，这会儿正在兴头上呢。那也不该缺席。今夜是除夕，阖家团圆的日子，他一个人躲在屋里算怎么回事？来人，去请三老爷过来。行了，今儿早老三来给我请过安了，他难得有喜欢的东西，愿意看就看吧，没必要非得把他喊出来。你是他二哥，顺着他点怎么了？这么大的人了，还如此不懂规矩，偏老太太还故意纵着，每次自己想要管教都百般阻拦，生怕我害了老三似的。瑶瑶恢复这么久，她竟然一次面都没露过，真是架子十足了。二老爷、老太太，宫里的赐菜来了。今年圣上竟赐下2道菜品，这可是独一份的荣宠。方才那公公都说了，只有咱们安远侯府是2道菜，别家都只有1道呢。想是圣上顾念父亲和大哥年关时节还在西南对敌，加上二叔又是3品侍郎，这才额外多赐了1道菜。合着我们全是沾了你们的光呗。舅老爷家里只有1位少爷和1位小姐，2人都比姑娘大些，姑娘这些宝贝就自己留着吧。那等他们家添丁了，我再给吧。那得指望表少爷了吧？大清早的慌什么慌？老太太，不好了，六姑娘来了！快把这些吃的撤下去，就跟他说我吃过了。祖母，我来给您请安啦。这还没到请安的日子呢，你来干什么？我想你啦，祖母。我今日要去通州大舅舅家拜年了，可能好几天都回不来，我好舍不得你啊。那太好了。啊？祖母的意思是你回来这么久还没见过你大舅舅，是该去看看他。祖母，你不会是在偷乐吧？
当然不会，可那是你亲舅舅，娘亲舅大，祖母怎么好拦你呢？我就说嘛，我可是祖母最疼爱的孙女了。是啊，是啊。祖母，要不我还是不去了，我在家陪你吧。毕竟大舅舅还年轻，还有活头呢。你这活一天少一天的，我舍不得啊。这死丫头，大过年的咒谁呢？你才活一天少一天，你全家都活一天少一天。不行，要忍住，大过年的不能生气，不能生气，不能生气，不能生气啊！根本忍不住。你才活一天少一天呢！你个死丫头！祖母，糟糕，忘记他会妖术了。祖母，你没事吧？闪着了舌头是不是？我就说你年纪大了吧，你还不服老。祖母歇会儿就好，通州路远，你赶紧去吧，别赶不上午宴。瞧您说的，不就一顿饭吗？我是那贪吃的人吗？您都这样了，我哪还有心思出门走亲戚啊？您都这样了，我哪还有心思出门走亲戚啊？哎呦，别，祖母真没事儿。那我真走了。回头你去告诉卫士，往后府里姑娘们请安改成5日一回吧。有马车进村了！这谁家马车？看着真气，莫不是哪家贵人来了？我从前就知道那孩子是个好的，人机灵又孝顺。你看看，这都过上好日子了，还没忘记父老乡亲呢。你回去啊，一定要给他带个信儿，我们大家伙儿都惦记着他呢。啊，您放心吧，老村长，我们六姑娘说了，这么多年，多亏您和乡亲们对她的照拂，在他心里，你们都是他的长辈。等他得空了，一定还要回来看望你们的。倒也不用回来啊！我亲手养大的孩子，那能不好吗？在家就孝顺我们两口子，每天都非得黏着我，少抱一下都不行。现在不是被他气得七荤八素，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了，是吧？您就是田家大哥田达南少爷吧？哈，在下正是田达南，却不是什么少爷。这是我们六姑娘亲手写的家书，让我一定当面交给您，顺便看看您过得好不好，有没有想她。有劳。夫君，妹妹在信上写了什么了？夫君，怎么了？妹妹刚入学，写不好很正常，所以她才用图文并茂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这两个是啊，什么鬼鸳鸯，吓死人了！他让咱们吃好喝好，注意身体。哦，哎，那这两个靠在一起的是不是人啊？他们好像坐在床上。洞房花烛夜，关学瑶，你是真敢想！什么两个人？这明明是4个人嘛！你看这里还有2个点，代表了爹娘，还有你和我。妹妹真是太可爱了。是啊，真是太吓人了。怎么办？别回头这边显怀了，那小煞星还没释怀。今儿你好好表现，争取让那沈斌主动到我面前求娶。趁着今日人多，宁川伯府想装糊涂也不成。祖母费心了，可是万一伯夫人就是不接茬怎么办？川宁伯夫人以前对我一直很热情的，可自从关学瑶回了侯府，侯夫人心里的算计就多了起来。原本要提血的亲事也跟没有似的，都怪关学瑶，她为什么要回来？除非她不想和安远侯府结亲了，她若敢当众拒绝这门亲事，
那就别想再娶官家的姑娘。这门亲事能不能成，主要在晕哥哥身上。这世上再也不会有比晕哥哥更好、更为高贵的男子了。听说了吗？那玉国公府的傅世子这些日子一直住在晚香楼，把楼里的姑娘都睡了个遍，连除夕都没回府呢。哎呦，可不是嘛！听说是嫌府里的丫鬟没滋没味儿，不如青楼里的女人会来事儿呢。这燕少肥环，他都要尝个鲜。这傅世子以前不是洁身自好的吗？怎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了？这也太叫人意外了。这不是年前被下了药闹出阳痿那事儿了吗？听说让关六姑娘的一颗神药给治好了，之后就放飞自我，敞开裤腰带，花名满天飞了。于老太太，你家六姑娘来了吗？她手里真有那么神奇的药啊？问，烦死了！我这么大一个如花似玉的宝贝孙女儿，你们看不见，非得问那个煞星的事儿，这我也不清楚啊。把我们当外人了是不是？怕我们跟你求药了是不是？哎呀，老太太，你也太小气了，烦死了！微微，快过来吧，大家都在安慰秦姑娘呢，你也来说几句话。秦妙音，她怎么了？还不是因为傅世子。听说她和陈大姑娘退亲后，傅太太着急给她相看新的姑娘，结果就惦记上了秦妙音。秦姑娘可是秦阁老的妖女，也是唯一的女儿，怎么可能看得上如今的傅盛明？可把她给气坏了。喏，已经坐那儿骂了1个时辰了，都不带重样的。傅世子流连花楼，确实不是值得托付之人。可他毕竟也是国公之子，秦姑娘也太无理了些。可不是嘛，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他今儿是我的客人，我也不好得罪他。你看在我的面子上，也别去气他了。你哥哥呢？在南客那边呀。他这几日一直念着你呢，不过今儿大家都在聊傅盛明的事儿，只怕是没空过来见你了。贱人！贱人！他是故意的！他是故意的！关玄阳，你为何非要坏我好事啊？我哥，娘只有你了，娘现在只剩你了。你可一定要争气啊！父亲已经不中用了，娘也疯了，这个家只能靠我了。娘，别怕，还有我呢。怎么回事？放肆！国公爷，贵府女眷李盼儿涉嫌杀害多名女子，这是地方呈上来的卷宗，大理寺秘密调查1月有余，如今证据确凿，现将人缉拿归案。放肆！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妇人，有何能耐杀人？你莫不是欺我国公府示弱，想要冤枉无辜不成？无辜？那几名青春正盛的平民女子被这姐妹骗杀，死前还经受了挖眼、断指、剥皮等等非人的残酷手段，难道他们不无辜？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他们只是妇人，这其中一定有误会。老夫要面见圣上。国公爷可还记得四海？他是犬子的侍卫，7年前忽然消失了。据下官所知，7年前傅世子南下游学，对李氏一见倾心，故而命四海贴身保护他。李氏不告而别后，这四海也跟着一起失踪。这些年李氏姐妹四处作案，都是四海替她埋尸扫尾，一直到去岁上京途中才意外殒命。所以李氏他们真的杀了人？国公爷，此案昨日已呈到圣上跟前，李氏等人作恶多端，手段极其残忍，圣上震怒，特命我们今日前来拿人。
还请国公爷行个方便，莫要与我等为难。国公爷，国公爷，完了，全完了！拿下！放开我！我是玉国公府世子的女人，你们不能抓我！带走！你们放开我！放开我！爹，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回禀世子爷。也好，否则这样一条毒蛇放在身边，哪日被他咬上一口都不知道啊！俩孩子这么小的年纪，一直跟着这样狠毒的心肠的母亲，耳濡目染，谁知道将来会对我这个父亲做什么呢？幸好还没来得及给李成和李锦绣上族谱，否则还有些麻烦。世子爷，这是在庆幸。传令下去，李氏母子三人与玉国公府再无瓜葛，往后谁都不准再提。是。若是在家里受了什么委屈，千万别忍着，只管来告诉舅舅，舅舅定然替你讨个公道。放心吧，大舅舅，有祖母在，没人敢欺负我呢。舅舅保重，舅母保重，表姐表哥别送了，等我回去给祖母请完安，再给你们写信。回去就给祖母讲讲通州的风土人情，他老人家一定高兴。姑娘，您可算回来了，出天大的事儿了！那玉国公府的李盼儿母子，你说啥？李姐姐他们，要不我就去通州拜了个年，这究竟是发生了啥事儿你先别提了，快听听小花怎么说：圣上震怒，下旨除了正月，就在菜市口示众。我那玉姐亲来情同手足的李姐姐，你咋就这么糊涂呢？你要是死了，我这心里得多难受啊！剧情混乱，剧情混乱，检测到剧情人物傅盛敏严重背离原剧情人设，试图调整中，调整失败。关六姑娘，这三人都是穷凶极恶之徒，原是不许任何人探望的。您千万抓紧点时间，别让小人为难。我的李姐姐，都是我没有教育好你，这才让你走上歧途，我对不住你啊！你教育他？你多大，他多大呀？到了这个地步还敢来探望不说，还哭成这样，情真意切。安远侯的女儿果然是重情义啊！安六姑娘，你也别太伤心了。这三人是罪有应得，也就您心善，还肯来死牢里面探望他们。就连玉国公府那边都没有一个人过来。听说是出了这事之后，立刻就对外宣布和他们断绝了关系。姐夫咋这样的？他都在忙啥呀？之前那么喜欢李姐姐，为了她还欺负蓉儿，这回咋不来看一眼的？谁说不是呢？要我说呀，要不是姑娘您给的那颗神药，她现在还是个废人呢。真是忘恩负义，哪怕是为着面子，也得来瞧上一眼呐。世子，关雪幽，你来看我笑话是不是？都是你治好了傅盛明，他才会不要我的。你为什么要多管闲事？为什么总是要跟我作对？要不是你，我现在已经是玉国公府的世子妃了。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你为何如此恨毒？李姐姐，你咋这么说呀？我不都是为了你好吗？他姐夫有毛病，我治好他也是想让他娶你啊！而且这根本也不是重点。你说我这一路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要好好做人，好好做人，不能干坏事儿。结果呢？你们居然伤害了那么多无辜的人，你们怎么能下得了手啊？
凭什么不能杀人？他们只是一群下贱的蝼蚁罢了。我姐姐是世子妃身份尊贵，我想杀谁就杀谁，你们凭什么抓我？这孩子是真废了呀！秀儿姐，你姐都没当上世子妃呢，你倒是先把自己给砸死了，你说你怎么就不用在正道上呢？下辈子好好做人吧。关学鸟，你不得好死！我变成鬼也不会放过你！下辈子我还要杀光你们这些贱人！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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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鬼鬼，你是不是滴的有点久了？你不累啊？检测到剧情人物李帕尔、李成旺、李锦绣严重偏离原剧情，人设崩塌，剧情要调整中。调整失败，辅助世子妃带小跑任务失败，完犊子了吗？不是，他要变傻子了。这附近有茅厕没有？该不会跟地主家的傻儿子一样抢屎吃吧？毕竟我是个有本事的女人，谁抢得过我啊？嬷，待会儿我要是吃屎了，你可一定得拦着我。姑娘，你说什么呢？你什么时候有这个爱好了？太吓人了，这叫他自个儿跟老爷和夫人交代啊！要不要把姑娘绑起来？可是姑娘力气大得跟牛似的，绑得过她？检测到气运主角李盼儿、李锦绣、李成旺、傅盛明气运消失，气运去向，重归本位面，任务完成，奖励积分800点。谢谢主系统爸爸。宿主，任务完成了，加上你之前借贷剩下的300，一共有1100个积分啦。扣除先生系统借给宿主的200点积分，剩余积分900点。扣除代巴借贷积分518点，剩余积分382点。已为宿主开启脑损伤修复中。扣除积分382点，积分不足，修复失败。你是不是真把我当傻子了？把积分还我！宿主宝宝，你之前留下的脑损伤太重了，这点积分根本不够。我也只是保证你暂时不会变成傻子而已。你不会以为我吞你的积分吧？我可不是那种没品的筒子。况且我们这种正规出产的系统都是受主系统约束的。刚刚你也听见了，主系统一直都在，我怎么可能干出那种事？你这是在侮辱我的同品。主系统，是刚刚那个冷不丁的声音吗？是他说任务成功了，那为什么和你说的不一样？我一开始也不知道还可以这样啊，原来主角的气运消失后也会重新融入本位面，那和帮助他们走完原剧情，让气运重归本源有什么区别？原来一直都有2条路，我居然不知道啊！真是大道3千，殊途同归啊！你这也算是误打误撞了，唉，我还是好难过。我真没吞你积分，我可以向主系统发誓。不是这个，是李姐姐的事，她毕竟是我义结金兰的好姐妹啊，她这就要被杀头了，我心里真难过啊。你把筒子都整不会了。啊！这陈家的闺女是不是有点太热情了？咱们瑶瑶讨人喜欢。昨儿菜市口，瑶瑶没去吧？没呢，怕她看了做噩梦，特意让大夫开了安神茶，想让她多睡会儿的。谁知那丫头倒是警觉，竟然私下悄悄换了。那她去了？没去，正要去的时候，那去青苗村送年礼的车夫回来了。瑶瑶知道以后，立刻叫了问话，哪还记得李氏的事儿？回来的倒是及时，给田家的谢礼可一并捎去了。那是自然，他们把瑶瑶养大，日子虽穷了些，可也没亏待了她，自然是要重谢的。秦阁老的谋女请夭夭去赏腊梅呢，帖子都送进梧桐院了。夭夭似乎很有些兴致，你放心吧，
有了别的乐子，孩子慢慢就好了。那就好。也不知大哥他们今年能不能回来，他还没见过瑶瑶呢。姑娘，咱们背这玩意儿干什么呀？装花苞呀。人客客气气的叫咱们去摘腊梅，要是连竹篓都不带，那也太不像话了。对了，待会儿你们和我一起摘啊，我要多存2坛子，从年头喝到年尾。等等，你的赏梅和他的赏梅好像不是一个赏梅呀。姑娘，赏梅是去看的，不是去摘的，那多浪费啊！花开在树上，过2天就谢了，摘下来做成茶，能喝1整年呢。走了，10了花苞该被别人摘完了。你们快瞧，我这一下薅的多不多？你们快瞧，我这一下薅的多不多？太多了，瑶瑶真厉害。哎呦，我的姑娘，慢点儿！秦姑娘，这是怎么了？难道是不欢迎我们吗？我是邀请你们来赏腊梅，不是薅腊梅。这可是府中竟人精心培育出来的极品腊梅啊，就被这么个牛角牡丹的玩意儿给薅秃了。早知道关雪要有这种爱好，打死他也不会为了气陈柔把他请到府里来。陈大姑娘，我貌似没有邀请你吧？你是没有邀请我，我也不是来看你的。我就是不放心舅舅而已。你若是不欢迎，我们这就告辞。满了，好姑娘，快下来。怎么出了这样多的汗？冬日里凉得很，快回暖阁里歇歇吧，莫要一不小心着了凉。白夫人，不用啦，我这竹篓还没有装满呢。腊梅又不会跑，不急着一时半刻。我吩咐丫鬟沏了热茶，还亲手做了枣片糕。我们去凉亭里歇歇脚，先吃些东西吧。太好吃了，比杏芳斋的还好吃。我也就这点手艺拿得出手了。听说你前些日子心情不大好，现在可好些了？刚开始我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啊，整个人都瘦了一圈。没办法，我就是这么一个重感情的人嘛。好在还有这么多人关心我、爱护我，所以我也想开了。人还是得往前看啊。不是，你这红扑扑、圆润润的脸蛋儿，确定瘦了？你可真重感情啊！那李盼儿做出那种伤天害理之事，你还这般惦记着他，实在难得。那个，我听说傅盛明的隐疾是你治好的。是啊，他那个药可难买了，为了给他治病，我还背过高利贷呢。侯府难道还会缺你的银子？那李氏不惜福，不如我做你姐姐如何？白姐姐，你不嫌我年纪大吗？我可比你长了1倍。哎，那有啥？咱们各论各的呗。我是绝对不会嫌弃你的，白姐姐。怎么感觉这关雪瑶有到处认姐姐的爱好？检测到气运主角白霜，秦显宗主线任务2。他守寡之年速嫁负新郎，险些被夫君勒死。守寡后，他被长姐接回府中好生安养，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疼爱。就连那个一向清冷孤高、沉稳有度的阁老姐夫，也待他极尽温柔。不知不觉间，他竟对姐夫生出了不该有的感情。可姐姐待他情深意重，他如何能做那忘恩负义之人？请宿主帮助白霜与秦显宗有情人终成眷属，奖励积分400点。瑶瑶妹妹，我看你似乎有点介意，要不还是算了。我这是杀命啊！好不容易从李姐姐的阴影里走出来，又白姐姐这坑里，这些姐姐都咋回事？就这么爱给人当小泥碰呗？而且真要说起来，这白姐姐还不如李姐姐呢，至少李姐姐勾搭的不是自己姐夫呀。呸！我可不是那种拜高踩低的小人。不，你就是我的好姐姐，放心，有我在，
我一定帮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你在说什么？当初我见李姐姐第一面你就发布了任务，为什么到了白姐姐这里却不一样？前一个任务没完成时，新的任务是不会开启的。你看斜后方，他是谁？秦显宗，秦妙音的父亲。瑶瑶，你好像变聪明了。从前的关雪瑶可想不到这些的，看来脑损伤修复了一点，她的智商也有所回归啊。我已经开始期待关雪瑶变成大家闺秀的那一天了。嘿嘿嘿，说啥呢？我本来就聪明。姨母、瑶瑶，你们在聊什么呢？我想说你一和你爹有一腿，不能说。我还要白姐姐变好呢。我在吃白姐姐做的枣片糕，你们要不要来一点？你刚刚叫她什么？你叫谁姐姐呢？我刚刚和白姐姐一结金兰了呀。不是吧？我把你当姐妹，你想做我姨？这秦家人也太不要脸了！为了讨好瑶瑶，竟连一结金兰这种烂招都使得出来。这是想不理盼儿的后尘吗？听说这位白夫人当年远在江宁府，却是遇人不淑，被夫家搓磨的险些没命。她的丈夫更是在她进门后3年便死在了女人肚皮上。素妃秦太的心善，将这位最小的庶妹从洪家接回来好生养着，只怕她早就死在后宅里。这些年秦太的身子不好，秦府上下一直由着白夫人代为打理，各府有什么宴会也是白夫人代为出席。更难得的是，这位白夫人洁身自爱，双居之身，从不与外男有任何牵扯，在京中口碑极好，却没想到心机这么重。瑶瑶，你和我姨母差着辈呢，我总不能叫你姨母吧？为啥不行？难道你还怕姨母不疼你？不能够啊！你放心，锦绣走了，姨母现在就你一个外甥女了，不疼你疼谁呀？我怎么觉得后背那么凉呢？白夫人、小姐、太太醒了，请你们过去呢。姨母，那你能不能帮我个忙？我还没有这么大的外甥女呢，你说想让我帮你干啥？我母亲病了多时，太医看了，总也不见好。听说你治好了傅世子的隐疾，能不能请你替我娘也瞧瞧？难道是我猜错了？没问题，给姨带路。请姐姐，这位就是关六姑娘。瑶瑶，劳烦你替我姐姐好好瞧瞧。陈大姑娘来了，我这边太医都医不好，她个小姑娘能有什么办法？那就劳烦关六姑娘了。瑶瑶，我母亲是身子不痛快，你莫要介意。没关系，我理解的。你是我亲亲外甥女，她是你娘亲，那大家就是自己人了，我咋会和她计较呢？不是，你这手搁对地方了吗？我怎么感觉没摸到脉呢？系统鬼，快用符卡！你又没有积分，怎么用啊？我只说给他看看，又没说一定要治，看看又不要钱。当初介绍体检符卡的时候都说了，检查免费，治疗199点积分起。楚楚，你现在聪明的让我感到陌生，你该不会是打我小金库的主意吧？体验符卡总共只能使用10次，你之前已经用掉2次，你确定要为不相干的人浪费机会吗？怎么能说是不相干的人呢？先别说她是我大外甥的亲娘，她和气运主角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呢。用你的话来说，她是不是反派？你现在是不是有点太聪明了？这还没完全修复呢，就会举一反三分析剧情了。要是全给你治好了，不得成人精啊！符卡使用中，请耐心等待。扫描完成，体检结果：患者诊断为蛊毒容器，未见气脏有明显病变，患病者另有其人。啥意思啊？他没病，他这脸色都快入土了，还能没病？你是不是搞错了？系统是不会出错的，你可以直接告诉他结果了。你没病，生病的人不是你。我知道不知道？关学瑶竟然真是神医，姐姐确实没病，生病的是姐夫。5年前，秦显宗刚要入阁的时候，被一个政敌暗中下了蚕丝蛊。虽然那政敌最后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可秦显宗的身体也出了问题。每5日，他便会感到蚀骨的疼痛，
整个人也似掉入冰窖中一般。当时他正在入阁的节骨眼上，未免被人陷害，秦家不敢对外声张，甚至连太医也不敢请。还是我走了娘家的关系，从药王谷请来一位大夫瞧了，这才知道是蛊毒之害。只是这一旦落下，便难以解除。想要缓解，唯有一个法子，须行夫妻之礼，将部分蛊毒渡入女子体内。于是我毫无怨言，成为那蛊毒容器，所以身体一日不如一日。此事除了我夫妻二人，就只有白霜知晓。娘，你到底想说什么？关六姑娘，那依你看，我该怎么办才好呢？你自己身体咋样，心里没点数啊？就知道问我，想好好的那就歇着，就思急，别累着就行了呗。那是我想累的吗？我那是没办法，那我夫君就要疼上一宿，5日疼一会儿，他还上不上朝了？关六姑娘神通广大，一定还有别的法子，对吧？还真被我猜中了，我可真聪明，我可没法子。你就继续逞能吧，回头再把自己累死，就有别的女人来睡你的男人，打你的娃。姐姐，姐夫对你用情至深，怎么可能是那种人呢？你可拉倒吧，秦太太，你可真得小心点。还有你啊，白姐姐，我说你一个外人，人两口子之间的事儿你少掺和，要注意分寸。再说了，你一个寡妇又没有成功的经验，你知道个啥呀？瑶瑶，我父亲母亲是少年夫妻，那么多年家里通房姨娘一个都没有，爹是不可能背叛我母亲的。关六姑娘，以后你要是能找到显宗这样的男人，千万别！你喜欢你留着，不对，你也留不住，那是你妹妹的男人。啊，当年我在乡下的时候，那真是见多识广，有户人家吧，也是你们这种情况。年轻的时候小两口可好了，结果女的死得早，那男的转头就娶了一个新媳妇儿，那后娘天天虐待他的一双儿女，不给吃饭不说，还每天3顿打。可怜那家的小丫头，10岁就被卖给老瘸子当童养媳，小儿子呢给人家当苦力，折了一条腿，大约的在大街上要饭，冻死了。穷人家和富人家怎么比？将来即便我不在了，双儿可不会不管他们。更可气的是啥？你们知道吗？那后娘就是前头原配的妹妹，之前吃不起饭，被他好生养在家里，结果竟然是个勾引姐夫的白眼狼。他留下的孩子，这人心哦，真可怕哦！我看你才可怕嘞，居然会编故事了。不是，我是不是应该尽快适应宿主现在的智商？糟了，这死丫头不会知道了什么吧？不可能，这府中上下早就都被我收买了，就连白冰都没有发现，她关薛瑶怎么可能知道？一定是我眼花了。姐姐，这瓜田李下的确实不怎么好听，要不我还是搬去象山寺吧。你给我退下！关六姑娘既然没什么法子，送客。那我的腊梅呢？我还没喝完呢。白姐姐，你好好的，别掺和人两口子的事儿啊！我盯着你呢。我怎么感觉有些慌？这关学瑶不会来真的吧？瑶瑶，你不知道秦阁老和秦太太间谍情深，满京城都是交口称赞的。你今天当着秦太太的面说那样的话，难怪她要生气。下次可不好这样了。你们都被骗了，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悄悄告诉我。真的假的？你怎么知道白夫人喜欢秦阁老？我看见的。瑶瑶，这件事关系重大，你千万别往外说。你放心吧，我不是那种嘴上没把门的，要不是咱们关系好，我也不会告诉你。何况今儿秦太太根本不信我的话，我想提醒她也没法子。哎呀，看来还是只能从白姐姐入手。哼，既然她现在是我的手足姐姐了，我必须帮助她走入正途，绝对不能干那种插足别人家庭、道德败坏的事。既然她现在是我的手足姐姐了，我必须帮助她走入正途，绝对不能干那种插足别人家庭、道德败坏的事儿。为什么我突然有点同情白霜了呢？
姑娘，怎么了？我遇见了一个熟人。嬷嬷，你们到前面路口等我，我去打个招呼就回来。小姐，小姐，请到前面路口去。来吧，祖师爷在上，请保佑弟子升官发财，邪魔外道统统退散。道长，原来你在这儿啊！关六姑娘，怎么又是你？祖师爷不灵了，怎么又让我遇见这煞星呢？武道长，你在这里干啥呢？算卦。哇，也是正经差事呢，至少比赌钱强。我那些欠债都已经还清了，往后再也不会去赌坊了。太厉害了，戒毒可不容易啊！恭喜你洗心革面，重获新生。那啥，你现在有啥困难吗？需不需要我帮忙？我还遇到一件烦心事儿，下个月沈贵妃寿辰，二皇子要一份特别贺礼。我本打算炼颗延年金丹，博个前程。可商路那厮位置驻颜高，竟抓平民女子，刮脸试药。他要是成了，我这金丹就没戏了。本来也没啥延寿功效，好不容易攀上二皇子，我真得太想上进啦！不过这跟他也说不上。多谢关六姑娘挂心，在下很好。那你要不要上我家去玩？去你家干什么？下油锅吗？不去。那你现在住在哪里？我去找你玩。也不用。怎么不用？我们是好朋友啊，朋友之间当然要互相串门啦。不是，谁跟你是朋友了？虽然我觉得关雪瑶有赤子心肠，可这个姑娘太危险了，还是不要走得太近为好。住哪呢？道长住在香山寺，从西城门出去走1个时辰，不远。就你嘴多呗。来人，太太，你去挑4个模样好的丫鬟，明晚送去老爷屋里。太太，您这是要……这么些年，我也算对得起她。这4个丫鬟每5日轮流送去服侍老爷，开了脸的一律抬做姨娘。太太，您怎么突然就想开了？年纪大了，总要为这个家打算。万一老爷那边不同意怎么办？弄点药吧。秦老爷，说了多少次，不准喊我秦老爷，喊一次罚一次。官人，今日我请了关六姑娘来给姐姐瞧病，她连傅世子的隐疾都能治。你总是这般善良，那蚕丝谷的事儿呢？你告诉他了？没，可关六姑娘号完脉，竟说姐姐没病，还说了个故事，什么休妻侍妾、正房夫人的孩子被虐待之类的。官人，她是不是知道了什么？我好害怕，我什么都不要，只要能留在你身边就好。不怕，有我在。官人，那关六姑娘是真有点本事，竟然一口断定这病不在姐姐身上。真的？他可说这蛊毒要怎么解？那关六姑娘无理得很，把姐姐都气坏了，所以姐姐没多问就把人赶出府去。我知道姐姐身体不好，脾气暴躁。官人，你不要为了这件事责怪她好吗？双儿，你对白冰太好了。可我就是不太明白，姐姐为什么赶走关六姑娘？是不想解开蚕丝蛊啊？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把姐姐想得这么坏，可是我实在想不到别的理由了。不，你说的很对，你倒是提醒我了。我这蛊毒若是解开了，白冰就不能继续让我愧疚，逼着我经常去看她，而我也碍于这件事，始终不能给你一个名分。杜甫，好深的心机。
姑娘，要不明儿还是请假吧，就说您来癸水了。前2日请假，已经用过这个借口。那就说您着凉了。二叔说了，我要是不好好上文先生的课，他就不给我请武师傅。而我又不是那种不求上进的人。我咋那么不信呢？你替我把今日的大字抄了就行，你认真写。文先生早上都说了，字写得越来越潦草。小花，你态度不端重啊。奴婢知道了。我一个大字不识的烧火丫头，这都干上陪读书童的活了，谁敢信啊？孺子可教也。这学到底是谁在上啊？第一，为宿主进行深度检查，检查中检查结果脑损伤70%。这什么狗屁结果？就这么简简单单一句话，骗了我100点能量，简直是周8批出系统。爹呀，听起来我这脑子生了不轻啊。姑娘，二老爷请的武师傅到了，这会儿人正在练武场，请您过去。先生来了，嬷嬷，快把我的鞭子找出来，我拿去给先生瞧一瞧。嚯哈嘿！我来了！这孩子。二叔，先生！急什么？慢点跑，还不快给先生见礼！我们习武之人一贯不拘小节，二老爷不必多虑。六姑娘，我姓洪，从今日起便是你的武师傅了。哇，先生，你看着好气派呀！六姑娘从前可曾习武？我已命人为你裁制习武的衣裳，今日你先和洪先生聊一聊，从明日起正式开始练习。记住，你要是哭着喊累喊疼，那就不要练了。看不起谁呢？我最能吃苦了。这孩子从小在乡下长大，可不是吃够了苦吗？我为什么要说这话？请二老爷放心，在下一定会用心教导六姑娘的。算了，干脆先看看六丫头学的怎么样，若真熬不住了，再开口求情不迟。先生，你看我的鞭子漂亮吗？六姑娘，兵器要趁手，光好看可没用。这鞭子看起来似乎是有救主的。我从二叔那里要的，不过这也不是他的，是他问我祖父要的。原来是老侯爷的鞭子，难怪。姑娘是想学使鞭吗？学任何兵器之前，都要先打好基础。这些千金小姐们平日四肢不勤的，必定爱睡懒觉，自己要先把丑话说到前头才好。六姑娘先不要着急，明日起辰时起床晨练如何？不行。哼，果然啊，这些千金小姐们都是吃不了苦的。辰时太晚了，我平日都是卯时起的，既然要早一点，那就寅时起吧。不是，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呢？寅时鸡都没你起得早啊！那就还是卯时吧，再早连手指头都看不见，也没那个必要。好吧，先生，我跟你说，我以前在家的时候起得可早了。先生，你和文先生是好朋友啊？不错，我们都是江宁府人士，出嫁前便是闺中密友，也不知是不是老天爷作弄，如今都是孤身一人。原来如此。做寡妇竟然可以当先生，记下来，记下来。先生，我们早上练什么啊？今日我们先练习扎马步，你头一天习武也不用久，只要扎满1个时辰便可。
这学生一般头一节课只播半盏茶就该开始嚷嚷了。我提出1个时辰，就是为了磨练他。谁想眼前这姑娘竟然一声不吭地扎稳了，呼吸缓慢松弛，神色平和自然。不是，这对吗？这真是刚开始习武的人。时间到了，起来活动一下手脚。先生，我不累，我还能扎。好了，时间到了，休息吧。先生，接下来练什么？我一开始不是这么打算的，我以为今天这节课会充满痛苦和汗水，六姑娘会一次次试图逃跑，然后被自己一次次的拖回来。谁想到她居然真扎了整整1个时辰，这还怎么磨练人呢？站桩是比马步难上10倍的基本功，考验的不只是毅力，还有平衡力。哪怕是我，当年刚习武，也费了整整1个月才站稳。我就不信关雪瑶还能一脸轻松。接下来咱们学站桩，让我来试试。真好玩。不是，这姑娘是吃什么长大的？劲儿也大的没边了吧？这要是个男子，安远侯不得高兴的飞上天去？小祖宗，先下来吧。不，我还能站。这犟种，今日练够了，习武不可一蹴而就。你快下来吧。不，我还能站。我当是什么事呢？一早上都不来上课，原来是在上其他先生的课呀。六姑娘，你没事吧？好痛啊！有点事儿，今天怕是不能去上文先生的课了。到底是谁说这孩子傻？姑娘，文先生为啥罚你抄100遍啊？你到底干了啥了？逃课了。啊？您不是答应过二老爷会乖乖上文先生的课吗？哎呦，我这不是忘了吗？而且2个先生的课都在早上，我也来不及呀。哎，真是太遗憾了。姑娘，二老爷叫人传话过来，说是打明儿起文先生的课延后1个时辰，让您上完了洪先生的课再过去。我一个小的怎么能让文先生和姐姐们等我呢？这也太不像话了！不行，我得去和二叔说呀。二老爷说，您要是觉得不合适，学武的事儿就先放一放。我毕竟肩负着侯府的希望，他们该等就得等。不是，你什么时候就肩负侯府希望了？小花，你赶紧写啊！这100张大字，明儿一早就要交给文先生的。姑娘，100张太多了，奴婢抄不完啊！再说了，这院子里会写字的又不止奴婢一个，你咋不让他们抄呢？哎呀，这也是没办法。谁叫整个梧桐院里只有你的字最有我的神韵呢？你就辛苦点吧，今儿把大字抄完，明儿就放你1天假，不必来当差了。万一明日先生又罚你抄写呢？六妹妹在吗？三姑娘好，我们姑娘在里面呢。三姐姐，方才听人说你在演武场摔了一跤，本来还担心你有没有伤着，现在看来是没事了。那木桩才多高呀，根本摔不疼我。从前我在青苗村的时候，
从比这还高的老树上摔下来，也没伤着过一点儿，我可厉害了。我们瑶瑶是最厉害的，不过往后还是得小心些。我给你带了些香料和药油过来，味道不辣，不伤肌肤。你平日练完了，就叫丫鬟们给你推一推，身子能舒服些。三姐姐对我最好了。下个月是沈贵妃寿辰，母亲打算带我们进宫赴宴。宫里规矩大，一言戏都有讲究。万一做错了，惹怒贵人便麻烦了。以后我每日抽半个时辰来教你规矩。三姐姐放心吧，我关雪瑶简直就是京城第一手规矩。不过这几天我想去华山寺找个朋友，能不能请一天假嘛？什么朋友啊？不会又是李氏那种人吧？就是上次来咱们家表演下油锅的武道长呀，他就住在香山寺呢。我和他约好了，过几日去找他玩。上回在侯府，那假道士差点没被瑶瑶下了油锅，怎么还敢跟他一起玩啊？不会是憋着什么坏心思吧？那我和你一块儿去吧，正好我也想去香山寺上个香。三姐姐难道是想求个好姻缘吗？你个怪丫头，胡说八道什么呢？我就是求菩萨保佑咱们全家平平安安罢了。你何时喜欢这种香料了？不好闻，下次别点了。来宾，好大的胆子，竟敢用一个丫鬟来羞辱我！一个丫鬟也配上我的床？你好大的胆子，竟敢爬主子的床！来人，把这个不知廉耻的贱人拖出去，乱棍打死！老爷饶命啊！奴婢是奉太太的命过来伺候的，除了奴婢以外，还有3个姐妹也是太太指过来的。奴婢万万没有胆子敢私自爬床。竟然还有3个癌氏，好大的胆子！待会儿吩咐小厨房熬些滋补的汤药送去，再多拨2个丫头伺候他。你亲自过去告诉他，老爷不懂怜香惜玉，他也别埋怨。若将来有了一子半女，许他生下来，亲自抚养。唉，太太仁慈。白氏，你好大的胆子！这主母你是不想当了吗？竟用这种下作手段来折辱我！夫君怎么生这么大的气？是姨娘伺候的不好吗？你怎么能叫个丫鬟来伺候我，还给我下那种药？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夫君？夫君，我知道你待我好，可我的身子实在是受不住了。那4个丫鬟都是我亲自长眼过的，你不如全都收了放在房里，等我身子好一些了，再来伺候夫君。这么多年了，你除了身子虚弱点，也没哪里不好。这4个丫鬟你全都发卖出去，5日后还是你来我屋里。发卖什么发卖？这4个人里，只要开了脸的，直接抬成姨娘。要我说，以你现在的身份，4个姨娘怎么管够？我另外挑了6个，给你凑个整。娘，哼，娘什么娘？你别叫我娘，我看你是我娘。娘，您来了。我若是不来，只怕这纳妾的事又要不了了之了。白氏，你如今也上了年纪，是很快就要嫁女儿的人了。若再拈酸吃醋的，可太不像样子了。娘，儿媳不敢。哼，
整日病恹恹的，霸占着丈夫不放，还把府里的琐事交给一个外人去打理。这些年，我都没脸出去见人。娘，双儿她不是外人。小白氏，你还有没有点规矩？安好，不知道您在姐姐这里，双儿冒犯了。哼，一个庶出女儿也配得上我儿子吗？一大早的，你不去府中四处转转，来你姐姐这里做什么？娘，双儿是关心我，我身子虚，她每日都会过来。知道自己虚，就别总想着霸占男人。我另外挑了6个，凑个整。白氏，你亲自调教好了，送去显宗屋里。显宗，这是娘的心意，你若是拒绝了，便是不孝。娘发现了，他竟然用双儿来威胁我，那就依娘的意思吧。小师傅，我跟你打听个人呗。阿弥陀佛，施主想打听什么人？你知道武道长住在哪里吗？他就住在客院，施主沿着这条路一直往西走，看到一片红顶房子就是了。不过近来客院里住着几位贵客，院外一直有侍卫把守。施主若是要寻武道长，不如小僧跑一趟，替您喊他过来。没事儿的，我这个人最会沟通了。我跟侍卫大哥好好说一说，他们肯定会让我进去的。你还要用铜铲清理香灰呢，就不用多跑一趟啦。花生糖，素的，吃吧。哦，施主，这是都闹肚子去了。男客女客的住宿是怎么分的？